上，谢谢。过来啊，不然我不好开。啊好，来上，好的，谢谢师上我的明哥小马驹，收脚。好，哎，总算开门这事儿可以。对，来走。二乔，我觉得这次我们来旅行的话，日落也是非常浪漫嘛，看着太阳，和我们那个地平线慢慢的落下去，享受我们很美好的一天结束。其实看日落我们之前有看过，带轩轩看过，带西西看过，但是唯独没有我们2个人去看过。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期待。您好，姐姐，我问一下，那个日落是往哪边看呀？今天没了，明天今天有日落是吧？没有，今天就天气不好。哦，这是。那我们去那个观景台拍个自拍呗。嗯，谢谢啊。那我们去那儿拍个自拍，到此一游也算到此一游。来吧，先拍一个这个，石明哥，等会儿。咋了？来，这个，来看一下日落。快要落下去了是吧？快！哇，好美呀！来吧，来。我真的拍啊！没有看到日落，其实我无所谓，我就担心他会不会有一些心理变化。啊，落下去了。那我想弥补一下给他这个形式。他可能有点担心，但是没看到，我觉得也很开心，因为他会想到说，安排其实挺浪漫的这个一个事情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有没有日落，我都已经很开心了。好美啊，这个日落！有感觉就是2个人好像包容度也好，愉悦的这种，接纳对方的宽度也好，我觉得好像我们都变得更加的默契，或者更加的能贴合到对方了，就是美好，感恩，说不定这里是我们爱情重新开始的地方啊。跟你说，晚到总比不到好。到，对的，晚到总比不到好。确实学了点说话的艺术。就是这个开始，其实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哈，比如说沟通那个突然说了一句什么2天像2个月，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晚上也没睡，也睡得不好，我每天要专注在做事。我还想说，哎，你老公辛苦啦的，我还想得到这一句，谁知道踩到是另外一个雷。哎，你现在知道踩到他什么雷了吗？老师请教，上次你教过我以后，回去避免了很多雷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女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的理解会是什么。其实莹莹说得很明白了，她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马上要去旅行，跟我过的2、3天，好像2、3个月，就是你不爱跟我过，然后你不爱跟我度日如年，对吧？所以那肯定是她的理解就是你并不想旅行，你只是做样子要去做这个旅行，她的再下一句话叫做我不值得吗？哦，对。所以你们俩蛮拧，你在说我准备的好辛苦，他在说我不值得拥有跟你一起的这段旅行吗？对。但你有一个特别棒的事情，你现在会中断你们的吵架了。对。你原来中断的方式是我不聊了，我拒绝，然后挂脸挂到晚上。你现在会抱抱了，搂着他，哎，对了，用肢体语言来化解这一切情进绪步。了呢。还是我们的节目好，学会看了第一期的。如果要再加分，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吗？愿闻其详。其实那个从道理上来说特别简单，就是先接住情绪，再说事情。那接住情绪，夫妻俩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你的抱抱提前。就他的情绪还没到那么高，他刚有点情绪，说2、3天就等于2个月嘛。然后你就说啊，老婆你不高兴了吗？抱抱。他很难拒绝你，对吧？然后抱完了，你要不知道你就问他，我是哪里说错了？请记住，此处用我开头，你一定要说我是哪里说错了嘛，他就会说，然后你就知道说你们俩蛮拧了，蛮拧你就说你自己，哦，你说我只是特别辛苦啊，特别辛苦，那个觉得安排这事儿我也不专业。我准备这2、3天，真想过了2、3个月，你们肯定吵不起来。是的，就这是初级版啊。
还有中级的。有高级版，有高级版。不是，你先把初级版练习。我以前都是先去拧，我要把我的情绪告诉你，然后嘴笨越说越乱，越乱。所以就后面你们俩的吵的点，我们就觉得好笑。反正鸡同鸭讲，就是两个人情绪就是嘎嘎嘎，咯咯咯，嘎嘎嘎，咯咯咯，大家都没有聊到一个话题上，都没有空听对方说。都特别有情绪，自己要输出。那你们不吵架，谁吵架？这里边你读的那些书哈，为什么大家都笑了哈？这个都是一个特别，我认为是一个笨的办法，是一个外在的办法。其实还是内心接纳这个老婆，这个老婆要内心接纳这个丈夫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真的不要去学那个技巧。我不同意那是技巧。我不是说你说的那个，我是说那些书。书我们先放到一边儿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因果关系你很难讨论，很多人会觉得说两个人只要相爱，然后那个就怎么着都可以，但是怎么着都可以是消磨爱的，他会把爱一点一点的消磨掉，那些所谓的就是比如说先抱抱那些事情本身的底层真的是爱。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，但我先接受你的情绪。这个抱我不是反对哈，可以有，而从内心真正解决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会时不时的就会忽视对方的情感？你走在大街上好好的，你就说累了，回去休息了。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本，其实你内心有了。当然的不容易，孩子的家庭现在需要我要改变我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和毛病，这些感情会下意识在你生活当中具体体现。如果感情没到这个份儿上，你天天让他装模作样的拧巴，跟他说亲爱的给你一枝花，亲爱的我抱抱你，我看邹市明最后也抑郁了，就也很困难。两位老师都说得好，我觉得从真实情感上面做基础，但是做一些技巧来缓和当下的他的情绪，然后再用最厚重的爱去把它包围，这两者都可以并行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很可爱，就是你们俩现在这种吵闹像18、19岁。可爱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一点都不觉得你可恨，我反正很看好你们这一对儿。你们这种吵闹吧，就是都不成熟。那我们想问一下观察团的朋友们哈，女生呢想从对方那儿听到好听的话，其实就是一种我们经常说的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哈。那提供情绪价值这一点，作为男生来说，是不是觉得很重要？我特别能感受到世明哥很努力的想促进这段夫妻感情，但是他们的沟通模式和情绪模式当中有一些 bug。第一个建议就是，当对方情绪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先动手后动口。我这职业人动手不动你就别动口了。我指的动手是温柔的。我知道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的语言沟通模式当中，你们经常用感叹号，说话的比较生硬。我建议用那种波浪号，比方说，老婆帮我拿一下，能不能再温柔一点？就是你帮我拿一下呗。老婆给我拿一下。夹子音夹接。我觉得这样，第一件事咱书别看了。我觉得世明哥其实在表达上，其实我们比较像的，就是我很难做的那么丰富的表达。大多数男生其实都是这样的，包括刚刚伟嘉哥说，对方需不需要情绪价值？需要，男生也需要，彼此都需要。但是怎么做到我给你情绪价值的时候，我自己不拧巴？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要找一个平衡。我在我们家是属于地位排在扫地机器人之后的。好，其实我可以给世明哥一个建议，我觉得有一招就是在很多时候，只要说一句话说放下我来就够了。他有时候到机场拎箱走，我说行，别动。他每次都要往上面跑，我说你让我像个男人好不好？我男人在我身边，你去做这种重家务。你看，其实把你刚刚表达所有文字就放在说放下我来，温柔一点，一个拥抱，剩下的就不用讲了。我觉得特别像世明哥这种运动员，我们叫铁汉柔情，对方很欣赏你铁汉的那个部分，但是如果你愿意为我柔情，哇，我绝对划掉了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女生哈，那女生说要听到好听的话，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呢？好像看似我们女生更需要，就觉得说女的就是要哄嘛。但是我觉得这要追溯到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会略有不同。像我们女生就是更鼓励我们做情感的表达，
但是男生是压抑的。比如说你是男人，你不能哭，男生你就不要含泪。但是这个社会在进步，我就觉得男生也应该要更多的感受到爱，同时学会表达爱。也不是说我们女人才需要哄，我甚至觉得男人更需要被哄。是的。我觉得这一期就是看到世民哥有非常非常多的进步，同时也要给莹莹姐，如果在看这个节目的话，我们要去认知到男性就是有短板的，我们给予他更多的理解，更多的时间去成长。爱情。